中国在外国人眼里到底是有多神秘？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，他们却怎么也想不通。曾经一位被称为中国通的英国教授公开表示，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不谈血统。估计大多数中国人也同样疑惑，为什么外国人那么爱把纯正血统挂嘴边？毕竟在中国，讲血统的一般都是宠物猫狗。这里是知识天地。欧洲对血统的重视其实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，这得从他们的封建社会说起。想想看，在封建时代，欧洲的贵族们手握大权，财富如山，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地位，他们常常强调自己的血统是多么的高贵和纯净。这就像是在说，看我们出身名门，自然要高人一等。那时候的欧洲，贵族阶级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财富，而血统是他们维护这种特权和地位的重要工具。贵族们认为自己的血统是高贵纯净的，因此他们应该享有更多的权利和资源。这种观念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和强化，逐渐形成了欧洲文化中重视血统的传统。再来看看宗教，中世纪时欧洲普遍信仰基督教，而基督教里特别强调血统的纯净性。在那个时代，人们相信血统纯净的人更接近神，所以他们的地位也更高。这种观念深入人心，使得血统成为了评价一个人区分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。欧洲历史上的战争和征服也加剧了血统的区分，不同的民族和族群在战争中相互冲突和融合。为了区分自己人和外人，人们更加注重血统的差异。这种观念在战争中被不断强化，使得血统成为了区分敌我和维护族群利益的重要手段。欧洲对血统的重视程度不如以前那么高了，但血统观念在欧洲历史和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。欧洲的贵族们常常以血统纯正为荣，美国的竞选者们也不时地提及自己的祖先如何辉煌。然而，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人们却鲜少提及自己的血统。中国人对于血统姓氏的讲究，实际上也深深植根于历史和民族文化之中，但与欧洲的情况有所不同。从历史角度来看，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，经历了多次朝代更迭和社会变迁。在这些历史进程中，虽然血缘关系在家族、宗族和社会中起过重要作用，但中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发展并不完全依赖血统的姓氏。相反，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往往基于法统、道统和礼仪之统，而非单纯的血统传承。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大家庭。从远古时代的炎黄部落到后来的华夏文明，再到各个朝代的更迭，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的民族融合。我国的历史发展也决定了人们对血统的态度。在我国古代，王朝的更迭往往伴随着战争和动荡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人们更加注重的是实际利益和国家统一，而非个人的血统。正如那句古话所说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，血统自然就被边缘化了。我国的儒家文化也强调个人品德和才能的重要性，而非单纯依赖血统。儒家思想认为，一个人的价值应由他的品德、才能和成就来评判。与欧洲贵族不同，中国人更注重的是文化的传承和家族的荣耀。在中国文化中，家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。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，往往关乎整个家族的命运。因此，中国人更倾向于通过家族和姓氏来传承家族的文化和传统。在我国，姓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符号，它承载着家族的荣耀和历史。每个姓氏背后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家族故事。因此，中国人更倾向于通过姓氏来传承家族的文化和传统，而非血统。同时，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决定了人们对血统的态度。一个人能否获得尊重和认可，往往取决于他的能力和成就，而非他的血统。因此，在中国社会，血统并不是一个值得炫耀的资本。在中国人的观念中，血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，相反，它往往与家族、文化、历史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。因此，中国人对血统的理解更加复杂和多元。在我国，人们往往认为血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一个人可能拥有多种血统，这些血统可能来自不同的民族、文化和地区，他们会共同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和价值观。此外，
中国人还认为血统是可以改变的，通过婚姻、教育和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作用，一个人的血统可能会发生变化。因此，在中国人看来，血统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，而是一个可以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过程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重视自己的根源和传统，相反，中国人非常珍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遗产，并通过各种方式加以传承和弘扬。例如，我国的传统节日、民间艺术、书法、绘画等，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尊重每个国家和民族对血统的不同态度和理解。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，我们应该更加注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，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